賀表來了，賀表來了。終於來了！12月20日凌晨，五角大樓公布了一則毫無懸念的消息：年度財務審計第8次未通過啊！就在2天後，美英總特朗普又在海湖莊園官宣，美國將建造特朗普級超級戰列艦，取代老舊過時的艦隊。首艦命名為無畏號，攜高超音速和核導彈，預計首批建造耗時2年半。用董王的話說，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體積更大，速度更快，威力強100倍。大家好，我是本來在給天兵干審計臨時改成年檢的星辰專员。熟悉我的觀眾都知道，自2023年開始，鷹架的軍費預算、福特朱姆彬彬的最新進展以及國防部審計報告，就成了咱們頻道指定年刊節目。正好12月，五角大樓一次性更新了3坨大的新財年審計報告，接替星座的新護衛艦，還有川皇的新戰列艦，內容可謂相當勁爆啊！這麼說吧，紐約時報編委會已經發社論狂噴軍工複合體了。這美國軍工什麼水平啊？就這麼幾個承包商，能造武器嗎？造不了啊，沒這個能力，知道嗎？轉發加點讚，這就是天兵聽美利堅說。先給大家鋪墊一下基礎信息。1990年，為了克吏治、信賞罰，美中總老不實御筆朱批首席財務官法案啟動，要求聯邦機關每年必須接受獨立財務審計。然而，作為在編人員數百萬、掌控全球700多個基地的美利堅迪巴圖魯，五角大樓愣是一拖再拖，還接連搞出了伊拉克重建經費案、駐利比亞大使被殺案、胖子倫納德腐敗案等全球矚目的醜聞。審計審個屁！五角大樓每年幾千億的軍費花在了哪兒？不知道，有多少資產不清楚，就這麼稀里糊塗熬走了4任總統。直到17年董王上台，面對川皇挪用軍費修建邊境牆的小願望，五角大樓竟然不許。隨後兩黨共同推動法案，如果未能在規定的2017年準備好審計，強制罰款且從軍費直接扣除，這才有了2018年的首次審計。此後的奇聞亂得像把梁朝偉、烤雞腿、花少北、李大嘴混在一起，像16000條會計記錄神秘消失啊，後勤局的賬跟財政部對不上啊，艦隊司令突然自殺呀。新觀眾可以回顧這一期。接着今年五角大樓喜提8連敗，榮獲35年來主要政府機構中唯一從未通過審查的殊榮。前情提要完畢。首先，光是制作今年這份200多頁的財務 PPT 就花了53萬刀，別吃驚了，這已經是最小的數字了。根據報告，國防部總資產從4.1萬億漲到4.65萬億，但資產負債表也從去年的負債4.3萬億美元飆到4.73萬億，依然資不抵債。當然了，永遠贏不麻的赫格塞斯還是喪事喜辦了。他表示，2025年審計取得了顯著進展，力爭2028年完成乾淨審計。小提一嘴啊，2028年出報告那會兒，董王已經要下台了。好消息是，2025年的財務審計成功解決了去年遺留的一個重大缺陷，整合了另一個缺陷。壞消息是，審計人員又一不小心發現報表存在26項重大缺陷和2項嚴重不足，以及5起嚴重違反法律合同的撥款案例。關於報告的具體細節，之後我們單出一項。今天我們只講本次審計最嚴重的不足 F-35。報告指出，因為國防部沒有將包含 F-35零部件和裝備的全球備件庫納入財務記錄，導致資產無法審計入賬，因此無法準確核實 F-35的全球備件庫到底有多少，價值多少。當然 F-35的問題真沒那麼少啊！鑑於這個全篇美8股的財務報告，有用信息着實不多。現在屏幕前各位當一回國會老爺，請聽星辰我來回報。還記得去年我的 F-35專題嗎？現在 F-35最急迫的就是通過 Block 4升級電子戰能力、武器系統、航電系統和隱身能力，以實現完全戰力。果然，原本應該2025年完成的 Block 4升級，按照每過1年加一次錢，再推1年的五角大樓第一定律，今年進度更新了，最早要推到2031年耶！目前升级成本比原計劃的106億美元超出60多億。更抽象的是，都這份上了，時任項目總管施密特中将表示，升級計劃過於雄心勃勃，部分改進不值得投入巨額資金和精力，升級方案将被重新構思。說人話叫花了這麼多錢，延期了這麼多年，有可能要推倒重來。說到延期原因就更可樂了，次要原因
因是受供應鏈短缺困擾。截至2015年初，洛馬報告稱，總裝線上缺失的零部件超4000個，是歷史最高水平的2倍。普惠公司更重吧，儘管多次收到整改指令，但今年交付的123台发动機全部延期。主要原因则是升級。完成 Block 4的前提是先完成技術更新3，這一項耗資19億的技術更新3更加問題重重，包括但不限於硬件設計不成熟導致交付延遲，軟件測試出現從雷達到駕駛艙顯示器的全方面故障，進而導致超100架 F-35堆在洛馬，給廠房都快幹爆倉了。國防部問洛馬機呢，洛馬只能無奈的回復哭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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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6月，為防止堵塞生產線，五角大樓不得不開始臨時接收配備技術更新3硬件但尚未完成軟件且不具備作戰能力的飛機。最難崩的是，為了督促承包商 F-35項目將接力績效與按時交付掛鈎，到2024年洛馬交付的110架飛機平均延誤238天，比2023年的延誤61天還過分。項目組居然將績效轉移到其他方面，讓洛馬普惠依然拿了數億美刀獎金，圖啥呢？圖160唄。還有2025年11月，陸軍部長痛批國防公司欺騙軍方購買昂貴的裝備，洛馬公司研發的黑鷹直升機屏幕控制旋鈕單獨製造僅需15美元，但作為完整組件的一部分居然要4.7萬美元。此外，過去3年美國軍方花費超過60億用於招募和留住軍人，在2018年以來一直加大力度利用遊戲招募新兵，甚至成立了遊戲戰隊。但今年12月，防長赫格塞斯對徵兵辦表示，徵兵難主要是因為年輕人要麼太胖，要麼太蠢。相比於以上這些小瑕疵，最大的審計黑洞還是造船。2025年1月，川皇宣布未來30年造艦計劃將耗資超1萬億用於造船和更新船廠基建，但理想大橋小橋，現實高市早苗。今年的審計報告發現大量海軍資產無法核算。好消息是星座機取消了，不用再花冤枉錢。壞消息是接替星座的新護衛艦已經就位。12月19日，海軍部長約翰在社媒宣布，將採用海岸警衛隊的傳奇級海警船作為海軍新護衛艦項目的設計基礎。不是東大軍艦改海警船，西大海警改軍艦，真成一對苦命鴛鴦了是吧？當然啊，鑑於接連搞出了朱母、彬彬星座這3坨越改越爛，中途失敗的慘案，部長大人痛定思痛，多次強調，我將親自介入造船過程，每周5辦專門處理，任何變更都必須經過我的批准，在建造首艘前，所有需求必須確定，我們將以戰時狀態交付，充分發揮美國工業力量，通過競爭、問責和成果實現目標。星座級砍掉之後，傳奇級補上，這就是成語薪火相傳的來源。海軍作戰部長考德爾也表態，新護衛艦將堅持美國設計和美國製造為重點，首艦採用船廠未完工的傳奇級船體，主打務實快速。我們相信可以在2028年下水。我知道現在彈幕肯定在刷，完了，別急啊，那傳奇級是何方神聖呢？我查了下，說實話相當震撼，滿載排水量4600噸，最高航速28節，最大續航達1.2萬海里。從2008年入役至今，海岸警衛隊已建成10艘，擁有豐富的使用經驗。客觀來講，作為一艘海警船，性能堪稱卓越。此外，傳奇作為採用準軍標製造的成熟平台，定期還與海軍協調演習。如果作為天兵未來的主力護衛艦，這船也能打9分啊，只不過滿分是1000。主要武器包括一門57毫米艦炮、密集陣和艦體的機槍掛架，夢回2戰了，屬於啥？不是，這真是2025年能設計的船嗎？現在問題來了，這4000多噸的傳奇級造得快嗎？上艘入役的傳奇級海警船2018年切鋼板，2024年入役，算，快了吧？那它便宜嗎？平均採購價僅需6.7億，只要不跟東大比，對比上百億的同行朱母和彬彬，簡直是白菜價了。最後一個問題，這新護衛艦能順利造出來嗎？今年6月，第11艘傳奇級還是因嚴重超支被取消訂單。該艦2021年開工，2024年11月停工時僅完成15%。是的，想必大家也猜出來了，所謂的新護衛艦首艦用直接未完工的傳奇級船體改建，估計就是海軍接盤這條爛尾艦繼續砸錢刷個7頁。雖然參數略有尷尬，火力配備很差，功能相當拉胯，沒法看其東大。其實往好了想，只要造出來至少有條能用的
船總比星座級5年花了20億虛空造12%強。但众所周知啊，史密斯专员对造舰有他独到的见解，你的方案成熟是成熟，但不够进步啊。为了 make 海军 great again， 他们还是加了点保留节目。海军开发采购助理部长杰森表示，未来将以现有船体設計為基礎，只對新護衛艦做最小程度的設計更改。很喜歡彈幕的一句話至於哪些更改呢？改動一就是在開放式甲板上方建造平台，用於裝載集裝箱式模塊化組件，如陸軍的 MK70 垂發。我操，海軍還是忘不了彬彬祖傳的模塊化陸炮上艦呢。還有呢，這些集裝箱模塊可以執行多重任務，是未來裝備設計的核心要素。完了，這集我好像真看過了啊！你以為這就結束了？後續還將考慮加裝反潛作戰裝備。阿美，你的意思是這船不僅沒有內置垂發沒有區域防控，連護衛艦最核心的反潛功能都有待後續加強？這他娘不就是一個船殼子啊？不是，打雜艦要能打雜，不是自己是雜啊。跟這一比，彬彬都顯得眉清目秀了。畢竟打起來人至少跑得快，你這玩意兒造出來面對敵人能幹嘛？自刎歸天。總之，在挨100鞭子和吃100斤翔之間，天兵選擇了先吃星座級這坨，嚼了5年半後吃不下去，決定改挨鞭子，就是不知道傳奇級這頓鞭子抽一半會不會再回來接着吃。一刻也沒有為傳奇級的拉胯而爆笑，立馬來到戰場的是特朗普級戰列艦。原本所有人都把川皇復活戰列艦當成他的口嗨，我第一次看到粉絲私信這條消息，還以為是他騙我的，沒想到啊，阿特，你來真的呀！12月22日，董王和防長赫格塞斯、國務卿盧比奧、海軍部長費蘭一起在海湖莊園出席了黃金艦隊戰列艦發布儀式。全球軍艦哪家強？特朗普級必稱王，排水量超3.5萬噸，可以以30節航速在大海疾馳。和中國決戰兵器，航電5倍更瘋狂，一套32兆焦耳電磁軌道炮，2門127毫米副炮及多門激光炮，128單元的 MK41 垂發，12單元 CPS 垂發，不僅能打核導彈，還能打高超導彈及超音速炮彈。首批建造2艘，預計採購20至25艘，21世紀30年代建成，大國美利堅深藍遠洋夢。哈哈哈，強健特朗普很有精神。怎麼說呢？你說的強嘛，這都什麼年代了？祖傳的鍋 SPG-62 照射雷達還在，祖宗之法不可變是吧？而作為一款未來幾十年的主力戰艦，作為核心的雷達必須優先加強，結果用的還是伯克3同款的 SPY-6，屬於做夢都不敢做大的。另一邊，戰列艦要上的高超聲速導彈、激光武器，沒有一樣是美國已經研發成功的，又屬於睡久了沒醒，甚至朱姆沃爾特上爆死的電磁炮居然復活在了新 PPT 上。從這艘軍艦上，我居然同時的看到了朱姆沃爾特、武庫艦、05和鐵甲艦的身影，堪稱人類航海史奇觀吶！老特搁這玩樂高呢，是個東西就往上裝是吧？當然了，大家也不用糾結太多，畢竟這 PPT 一眼 AI 圖，柴燃動力連個煙囪都沒有，糊弄大統領罷了。除了宣布項目，特朗普還表示他將親自設計特朗普級戰列艦，原話是：美國海軍將和我一起主導設計，因為我是一個非常有審美的人。好，國家領導親自設計戰艦，致敬德國威廉2世了，屬於是啊。更抽象的是PPT 放大還能看到董王經典名場面畫像和名字。熱知識：朝鮮新下水驅逐艦沒有叫金正恩級，也沒有往上擺將軍的畫像，這一下真就如何區分川普和將軍？比較謙虛的是將軍了，請大家把忠誠打在彈幕上。首艦命名為無畏號，我都不知道川皇是故意的還是不小心的，這槽點多到吐不過來啊！可能有人會好奇，為啥不叫特朗普號呢？大概給航母留着吧，畢竟董王已經發話了，美國還要造3艘比福特號更大的新航母。什麼華盛頓的知名藝術場所肯尼迪中心還要更名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好吧，董王還是太謙虛了啊！我有一計，請川普靜聽。什麼特朗普戰列艦、特朗普中心呢？這些獻禮工程都存在被新總統清算改掉的可能，真長久還得刻在石頭上。建議趕緊啊，在總統山加刻特朗普雕像，畢竟下屆總統還能拿意大利炮轟掉不成？說實話，寫到這裡我真的釋懷了，不知道國防部哪個天才啊，整個
的項目充滿弄個紅老頭玩具給懂王溜須拍馬的氣息，完全是為了迎合特朗普個人品味整的現代版皇帝的新衣。除了能給星辰我提供素材水幾期外，估計連性能指標都出不来。隨着川普的高強度整活，大家估計也聽累了。估計廣大瓜友現在唯一關心的是碧藍能不能抓住熱度，整個艦娘出來。哦，對了，從美國水面艦艇命名歷史看，除了極少幾個海軍傳奇外，為了避免人活着船被幹沉了的尷尬，軍艦一向是以去世之人命名。現在這個兆頭可是不太好啊。此處我有一聯，上聯設計偏差大幅修改，建軍艦爛尾開擺；下聯技術挑戰零件精光，造戰機次品爆倉。整個2025年，美國軍費花了超9000億，現實是空軍砍E-7預警機，海軍砍星座機，陸軍砍 M10布克 ，F-35升級漲價還延期，肯尼迪號依舊遙遙無期，高超導彈還是 PPT， 而這些軍備犯的錯誤幾乎都是一模一樣，只有軍工老爺撈錢的手法總能推陳出新。最近流行一個詞兒叫斬殺線，其實美軍裝備研發也有斩殺線。最開始美軍研制武器像科曼奇直升機、十字軍火炮，雖然最後都失敗，你可以說史密斯专员貪，但至少最後搞出了能用的实物，可以说有技術積累。發展到2010年前後，模式變為先公布 PPT， 說2030年建成，然後設計出現偏差，進而大幅修改，過幾年遭遇重大挑戰，花幾十億後一審計項目直接爛尾，全程虛空造物，最後徹底消失。如今啊，更是演都不演了，國家重大軍事計劃居然如此儿戏，完全置美國造船業現狀不顧，單純為了向最高領袖獻媚。他娘的，美國怎麼成這個樣子了？我賭2個幣，這些項目還得黄啊！同意的記得跟投，如果真被我說中了，建議天兵不如集體買塊豆腐撞死算了。1997年，世界首款5代機 F-22橫空出世。美國试飞员保羅曾說：“駕駛猛禽如同手握明日科技，它不僅是主宰，更讓其他所有戰機黯然失色。”當年的我軍還是以2代機8爺為主，由於 F-22只能攜帶8枚空空導彈，先輩甚至討論過悲壯的8架殲8換1架 F-22的戰術。直到1年後，蒸汽機殲10首飛，但差距仍然巨大。沒想到短短25年後，我們率先用了6代機、高超導彈、電磁彈射航母，成功把落後的帽子扔到了太平洋對岸。And then nowadays, I am so upset that the things we did and the things we fought for and the boys that died for it, it's all gone down the drain. Our country's gone to hell in a handbasket. And that's not what our boys, that's not what they died for. It's just not it. I'm so sorry.